东风为志，何以为歌？击鼓为歌，唱死生契阔。与子成说：大寒那日下了雨，水落地凝为冰，而后飞雪漫天，日色稀薄。城镇里正赶集，繁华街道人来人往，叫卖还价声喧哗不止。大道旁，魏无羡蓦然停步，仰望纷纷扬扬的细雪，冰凉雪粉落在他脸上，像是往心尖上灵犀一点。是了，3日后便是蓝湛的生辰。他望着那人群里格外引人侧目的高大白衣身影，兀自觉得心疼又好笑。蓝忘机的生辰还是他私下问责无君才得知的。这个人从来不过生辰。一个人不过生辰的理由可以有许多：不喜喧闹，不送母难，不成大财，不找麻烦。但他觉得蓝忘机就只是不去想，他把漫长时光用来怀念别人，绝少过问自身。那种专注的思慕总令人感觉心折不已，这么一来反而更想要好好疼疼他了。蓝忘机走了一小段路，留意到魏无羡没有跟上来，以为他像平常一样被路边小贩兜售各种稀奇古怪的物品吸引了注意，便停步回身寻他，却不料撞上那人多情的目光。那面容明俊的青年偏着头，眼中烁彩流金，唇线微微上扬，在这天光淡薄的北地，竟让他感到日辉般的暖。看上什么？蓝忘机被他坦荡多情的目光看得略微窘迫，想掏钱袋，又想起钱袋早已在魏无羡袖中，反而魏无羡看他虚抬手腕，会意的主动上前把钱袋塞进他手里，结果被汹涌人流给挤得跟他撞成一团。蓝忘机顺势把他搂紧了，两人紧挨着肩膀往前走。我俩互相坦诚心意之后，魏无羡边走边思忖，还真没有给韩光俊庆祝过生辰呢。给倾心之人庆祝生辰这事，他少年时期倒是与师兄弟们闲聊时讨论过，可惜当年谁都没有喜欢的人，想起来甜蜜，讨论起来热闹，大约都是什么秉烛夜游、携手看夕阳之类的，且并没有机会付诸实践。于是他决定悄悄地准备，让蓝忘机生辰当天有个惊喜。但是要怎么庆祝生辰呢？如果只是吃碗长寿面的话，似乎太简略了，怎么办才好呢？魏无羡不得头绪，赶集的人潮太多，沿着路边摊贩分为顺向逆向两路，两人只得顺着人潮沿街缓慢地行过。此时一处不多人驻足的小摊位吸引了他的注意，是个木匠摊，展售木盘和木盒等日常用物，旁边还摆着3-2个小小的手鼓，做工很是精致，散发清新醒神的淡香。魏无羡指着小手鼓，好奇问摊主：这是什么？那摊主年纪约莫40上下，手里正握着一块木头，仔细着雕刻，不怎么主动搭理顾客，听见人问，才抬起头，直爽道：哦，我是个木匠，这鼓是用作家具的边缘木料顺手弄的小玩意儿，别看它小小一个，料子可是金丝楠木，怪不得有股香气。魏无羡拿起一个，问了价钱，也不昂贵。此时一只稳健的手越过他的肩头，将铜钱递出。蓝忘机看了一眼魏无羡，对摊主道：劳烦买这个。摊主收了钱，见黑衣青年乐呵呵地抱着小鼓，让白衣先师揽着肩膀带走，一路还护着他避免人群碰撞，体贴至极。困惑地张了张嘴，喃喃道：那2位究竟是怎么看起来像丈夫带着新婚妻子出来游玩似的？那黑衣青年耳朵似乎很灵光，转过头瞥了他一眼。摊主陡然撞上那对带笑的黑眼睛，像在大片白雪里开出一朵红色的花，凛然诱惑人。这汉子也不是未经人事，却仍涨红了一张老脸。蓝忘机问：怎么了？没。魏无羡闲闲转回头，步伐轻快地蹦跳着往前溜达，在摩肩擦踵的人群中穿行，怀里抱着小手鼓，一面以指腹拍击着韵律节奏，一面悠然唱道：击鼓齐堂，踊跃用兵，土国城曹，我独南行。战鼓咚咚响，兵士练武忙，铺路修城墙，我独自从军往南方。这分明是一首古典的战争诗，难为魏无羡没有唱错。蓝忘机以为他是在汹涌急事中逆行有感而发，宠爱地摸了摸他的肩膀，低声问：怎么了？高兴？高兴。魏无羡灵动黑眸里闪过温柔光彩，看向他的时候，会将白衣的身影倒映在那片夜空里，仿佛眼中只有那一人。他看着蓝忘机，继续哼唱：从韩光君，平魔与妖，不我已归，忧心有冲。跟随仙门名士韩光俊，四处收服妖魔鬼怪，不让我回家，使我忧心忡忡。果然，
唱到第2句就改得乱七八糟。蓝忘机摇摇头，问道：“想家了？”魏无羡嬉笑道：“隆冬时节，特别想喝碗热汤，不如晚上来趟涮羊肉火锅。”依你。蓝忘机替他拢起领口，又取出一条厚围领给他添上，低声嘱咐：“天冷，当心受寒。”北地冬季天色黑得早，两人找到宿头，用过了晚饭便歇。隔日，两人前去这城镇的姑苏兰氏驻点，查办近期的邪祟通报，待到尽数解决，返回云深不知处时，距离蓝忘机的生辰已经不到10个时辰。蓝忘机还有事与宗主商议，滞留书房。魏无羡回到进室，翻箱倒柜间绞尽脑汁，把自己手里有的杂书、法宝和符咒翻了一遍，最后决定自创一个法阵，便取过一盏纸灯点燃，借着日暮微光，趴跪在进室后方的小院冰地上，专心画起了大型阵法。这一画就到了虚时中，蓝忘机回到进室时，见房中无人，后院有窸窸窣窣响动，过去查看，才发现魏无羡蹲在地上，未披厚衣棉袄，正兴致勃勃地用朱砂笔描完最后一处符咒。见到他过来，魏无羡一脸得意地拍了拍手上的碎冰，单膝跪立在法阵中央，举起纸灯，偏头对他毫无芥蒂地笑道：“韩光俊，送你的。”血色阵法，黑衣青年，微弱灯光，冰天雪地。蓝忘机微微睁大眼睛，心跳刹那失速。院子里的薄冰上俨然是直径9尺长的血色法阵，随着魏无羡输入灵力，爆出一阵白光。他长发飘飞，在扬起脸时，竟是当年夷陵老祖的面容。蓝忘机吼道：“魏婴！”蓝忘机闯入阵中，用力将人扯进怀里，纸灯落地，毫不犹豫地熄灭了。幽暗暮色中，那人长发披散，阴色发带松松维系，衣袍染血，神色恍惚的模样骤然与眼前的青年重叠。魏无羡见他神色狂乱，连忙低头看了看自己，也是一脸懵然。蓝忘机紧抓着他，发现他全身冻得冰凉，暴露在冰封的指尖甚至泛着青白颜色，失声质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魏无羡被他猛然拉扯起身，瞬间觉得眼前发黑，头晕目眩。不好，没解释清楚，玩脱了。可惜他一阵乏力，腿软，忽冷忽热，便失去了意识。魏婴，那是他们两人最艰难的一段时光，并非少年时在云深不知处你追我伐，阵日鸡飞狗跳，也不是射日之争时两人针锋相对，为邪道争执，不时动手。至少那些时光，他们还是见得到面。是不夜天那漫长血光一夜之后，魏无羡自闭夷陵，而他禁闭宗祠，重伤难行，待到清醒，便已天人永隔。这是他此生无法化去的噩梦。而魏无羡再次以当时于不夜天与他分离的姿态落回他的怀中，简直令他撕心裂肺。发烧了，感觉到干渴的双唇适时被水润湿，魏无羡头晕目眩，还懊恼不已。抬起头，却猛然撞上了蓝忘机嘴角那抹压抑的弧度和深沉的目光。蓝湛，你生气了？他手指动了动，发现火烫的指尖被包覆在温凉的掌心，使他舒服几分。蓝忘机没吭声。魏无羡郁闷道：“明天是你生辰，我想要给你做个贺礼，可惜搞砸了。”他每次想做贺礼，难道都会被诅咒吗？莫非招过什么祥瑞？没有什么好气的。蓝忘机吐出一口气，浅色眸子满意温柔，轻轻摇头：“只是你现在灵力不比从前，贸然在雪地里吹风，容易受凉，还是小心为上。”蓝忘机握着他的手，语气里还有几分心疼。我知道。魏无羡吃力地往他怀里爬，将脸靠在肌理晶石的胸口，乖乖窝着不动。蓝忘机再三确认过他只是略微发热，没有大碍之后，才开口询问：“那个阵法是什么？”我用几个现成的符篆组合成一种幻术。你知道我懂修改符篆。魏无羡小心地挑选用词，避免蓝忘机被刺激到，才解释：“虽然没有试验过，但应该要让我在法阵范围里变换成你最想看到的模样。”魏无羡尴尬地拿手指搔了搔脸颊，笑道：“我本来以为你会看到我没穿衣服的样子。”蓝忘机忽然很想叹气，可惜搞砸了。魏无羡疑惑不已，强打精神开始思考：你怎么会最想看见我在夷陵那会儿的时候？符咒到底出了什么差错呢？确实没有出差错。蓝忘机说不出口，只得探了探他的额头，发现掌下肌肤依然滚烫，摇头道：“你还烧着，别多说话。”
我没关系，烧着也睡不着。魏无羡摇摇头，大概是眩晕之下，脑子也不灵光，又懊悔自己没能完成生辰贺礼，沮丧地将双手探入蓝忘机的衣襟里摸了摸，用高烧时掺杂一丝暗哑的嗓音要求道：“那，你疼疼我吧。”你在发烧？蓝忘机按住他的手。魏无羡任性地说：“我想要。”他双颊泛着血色，声音因无力而格外绵软清雅，像受伤的夜莺似的，有些可怜。黑眼睛泛着诗句的水光，不同以往在床地之间展现的坦荡自肆，又是一番别样风姿。蓝忘机认真地望着他，像是想确定他是不是烧糊涂了。你确定要这样？要。魏无羡就算烧糊涂了也坚持。然后他感到视野忽然颠倒，天旋地转之间被压倒榻上，笼罩在蓝忘机身下。欢迎加入本频道会员，听完整版故事。蓝湛，你……魏无羡喘息着舒缓欢愉的余韵，终于想起一个问题：你怎么会想见那时候的我？蓝忘机一怔，似是没料到魏无羡会在此时此刻提到这事。半晌，魏无羡笑起来，故意紧缩起来夹他，眸光促狭道：“怎么，二哥哥害羞了？”蓝忘机被他弄得呼吸沉重，耳根还真泛起红色，然后才迟疑道：“你的阵法没错。”啊！魏无羡不解。蓝忘机低声说：“我确实很想见那时的你。那时候我又凶又邪，有什么好见的？”魏无羡闭上眼睛叹息：“我一直很后悔，在不夜天之后离开你，一个人回云深不知处。”蓝忘机俯下身吻他依然热烫的唇，情绪低落的坦诚：“这件事情在你离开之后，是我无论如何都想挽回的。也许你的阵法足以直接暴露人心的渴望和弱点。”他一直在想，如果那一夜他将魏无羡带走，藏于云深不知处，囚困也好，两人远走高飞也罢，这样一来，是不是就不会失去他？即使那残酷的事实一再提醒他，没有任何人能被挽回。他觉得他有违先祖的规训，甚至比不过父亲的决断。先祖为一人入红尘，人去亦去，父亲倾尽全力也要保下母亲，而他都没有做到。他竟将心爱之人孤零零留在乱葬不尽之地，一个人离去。那是他每每面对自己先祖的历史与姑苏蓝氏的源流时，反复责备自己的事情。蓝忘机忽然说：“对不起。”魏无羡闻言一瞬怔忡，想开口安慰他，毕竟哪有什么可道歉的呢？夷陵老祖当时站在整个世界的对立面，韩光俊是想救他，但是一个人如何违抗整个世道？他不愿意蓝忘机总挡在他身前，做他的盾，为他遮风挡雨，伤痛劳神。修仙名士又如何？灵力高强又如何？当时蓝忘机那么年轻，不过一琴一剑，孑然一身，如何对抗万千敌军？你不必为自己无法对抗整个世道而感到遗憾。魏无羡闭上眼睛，两人相处的记忆片段如浮光掠影般涌上脑海，如戏中居，时中火，梦中身，却那么清晰，如昨日才刚刚发生。我也想保护你，蓝湛。他搂住男人的后颈往下按，在高挺鼻尖上落下一吻，手掌摸索着他脊背上深刻的界边痕，亲昵地在他耳边说话：“我也心疼你，不希望你与我一样，要走上那条尸山血海的路。”他难得笑得有一点沧桑，像在叹世间繁华后颓唐，又有温柔如夏日莲湖荡起的波光。他看着蓝忘机探过来替他拨开额发的手指，指腹带着持琴剑所生的茧，仔细看并不美观，毕竟那是多次浴血，伤口痊愈后又再次皲裂所留下的痕迹，在时光中被薄茧覆盖。那是无情屠戮妖魔和敌人所留的疤，仿佛诅咒。蓝忘机不语，也不辩解，他坚持的事就是那样。魏无羡觉得这时候大概说什么话都是徒然，抵不过直接将自己送到他面前，于是他就这么做了。现在我在这里，不走了，你想怎么做都好。那是当夜里他们说的最后一句话，空余处竟填补了喘息与呻吟。蓝忘机醒来的时候，下意识往床榻一侧摸去，竟摸了个空。他想起昨夜事故，起身欲寻，却听见窗外传来悠扬笛音。他推门出去，敏捷的反手截住一团砸向他胸口的东西，摊掌一看，竟是一朵盛开的艳红山茶花。他还来不及说什么，又是第二朵、第三朵花砸来，最后仿佛烟花炸散般从他头上落下一大堆，接都接不完，纷纷落在冰白的雪地上，把那素冷的庭院染上点点妖丽浪荡的颜色。魏婴，
蓝忘机捧了满手的花，心里想着，如果自己也是花，被这人采摘，哪怕盛开不过半日，也心甘情愿了。晨光破云，魏无羡坐在近室外的大树树梢，身影单薄，衣摆垂坠如水，纤长黑靴晃动，笑得灿烂如浩荡的天光，朗声说道：“那一天的歌，我还有一半没有唱完，你愿意听吗？”蓝忘机一步树下，在厚而软的雪地上留下一排孤零零的足印，仰头望着他，表情像个期待的孩子。魏无羡不由得想起那间龙胆小筑，想象在盛夏时开满紫色花的寂静之地，少年坐在廊檐下，一直等待着不会回来的人。是这样执着、认真，为一人入红尘的寒光君啊！而这个人现在眼里只有自己而已。魏无羡目光柔软，沐浴着倾泻而下的日光与飞雪，轻声哼唱道：“燃酒飘荡，原居原处，无处可归，予以求之。”我飘荡了很久，已经不知何处可以歇脚停留，已经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，也不知归处该上哪寻。树下的男人看着他，沉默地张开双臂，深红色的艳丽花朵掉了一雪地。黑衣青年笑了起来，足尖轻点，在漫天霜雪中四目交接，像一只轻盈的鸟那样从树梢飘落，扑进蓝忘机怀里。死声气阔，与子成说：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”他紧抱着蓝忘机的颈项，坐在强健的手臂上，弯下腰，在他耳边低声说：“我发誓，从此一同到老，绝不分离。我会握着你的手，在这条漫漫修仙路上与你生死与共。”蓝忘机心中震动，几乎说不出话。魏婴，青年微微懊恼道：“我想了很久，也不知道要送你什么庆祝生辰才好。昨天的贺礼又搞砸了。”他笑着抚摸男人的脸，慢慢侧下头，鼻尖相触，唇瓣轻碰，极尽温柔地说：“只好给你唱首情歌了。”他们在凛冽朔风里接吻，脚边洒遍盛放的花朵，谁都不愿意先停下。蓝忘机心想，不必庆祝什么生辰，他这辈子最想要的已然在怀抱中，像雪里平白着了火，只要一点微光，便温暖的令他忍不住热泪盈眶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